从练习室到巴黎秀场，王一博的英文进阶之路真的被狠狠惊艳到了。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好好聊聊最近圈子里特别火的一个话题。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，最近王一博出道前的一段英文 rap 视频突然曝光了，紧接着又是他在巴黎时装周上全程英文交流的画面。这两件事凑在一起，简直就是给大众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。说实话，刚开始看到热搜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咯噔一下，心想真的假的？毕竟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，王一博一直都是那个话不多、酷酷的、专注于舞台和赛车的男孩。但这次他用实力告诉我们，有些宝藏真的得慢慢挖才能发现。其中的光芒视频里是王一博还没正式出道时候的样子，那时候的他看着也就10几岁，脸上还带着点少年的青涩，但一开口唱那首 The Recipe， 那个范儿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反复听了好几遍，不得不感叹，这语感也太好了吧。要知道，那可是好几年前了，国内的练习生体系里能把英文 rap 唱得这么顺溜，发音这么地道的，真的不算多。他的咬字很清晰，不是那种为了押韵而含糊其辞的唱法，每一个音节都处理得很有弹性。看着视频里那个小小的身影，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。我们往往只看到了明星光鲜亮丽的现在，却容易忽略他们作为练习生时期默默打磨技能的过去。10几岁的年纪，大多数孩子还在为学业烦恼，他却已经在练习室里为了一个发音、一个节奏反复抠细节了。这种对专业的敬畏心真的很难得。再把时间线拉回到最近，巴黎时装周的那场表现简直是高光时刻。这次去巴黎，王一博作为品牌的重要嘉宾，面临的可是实打实的国际场合，现场全是国外的设计师、媒体记者，环境嘈杂，压力也不小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他全程没有带翻译，这一点真的非常关键。在很多国际活动中，明星带翻译是常态，但王一博选择了直接沟通。从接受采访到和设计师交流，他的英文输出简直是如丝般顺滑，不是那种背稿子的生硬感，而是有交流、有互动，甚至能听懂对方的幽默并做出回应。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那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。这不仅仅是英语好不好的问题，这代表了一种自信。在国际舞台上，语言往往是第一道门槛，跨过去了，你才能更从容地展示自己和中国艺人的风采。他那种松弛感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底气足自然流露出来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，里面有一段全英文的旁白，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意外，但这次结合巴黎的表现再看，才发现那是他实力的冰山一角。王一博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质感，低沉有磁性，用英文讲出来的时候，那种颗粒感更强了。特别是在巴黎现场，他说话的节奏不疾不徐，语调起伏很自然，听起来特别舒服。有人说他的发音酥到骨子里，我觉得这个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这种声音魅力加上流利的表达，真的很容易让人沉浸在他所营造的氛围里。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艺人，容易只盯着颜值或者舞技，却忽略了声音也是武器。王一博的英文嗓音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，听他说话，你会觉得心里很静，好像无论外面多喧嚣，他都有自己的节奏。这种听觉上的享受真的是意外之喜。这次练习室视频曝光后，有人评论说才发现王一博上的全英课。这句话其实点出了一个真相，没有谁是天生就会的。我们在台上看到的1分钟光彩，背后可能是台下10年的功夫。从出道前的 rap 练习，到后来在剧组、在行程间隙抽空学习，再到如今能在国际场合对答如流，这中间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。语言学习是最骗不了人的，它需要持续的输入和输出。如果他在私下里没有花大量时间去听、去练、去纠正发音，绝不可能在高压的时装周现场表现得这么稳，这一点真的特别触动我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很多人都想走捷径，想靠人设、靠流量速成。但王一博让我们看到了长期主义的力量。他从来不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学了什么，而是直接把结果甩出来。这种做大于说的态度才是真的专业。作为观众，看到这样的艺人，真的会觉得自己的喜欢没有错付。一直以来，外界对于偶像艺人的英语能力期待值并不高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能蹦几个单词就行了。但王一博显然不满足于这个标准。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走向国际的艺人，那么语言能力就是必须攻克的堡垒。从探索心境里沉稳流畅的旁白，到巴黎时装周的全程交流，他是在一步步打破这个天花板。他让我们看到，流量和实力并不是对立的，偶像也可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语言能力。每次看到有人因为偏见而质疑他的时候，我都挺想替他说话的。
但他自己从来不辩解，只是默默做事。这次英文能力的展现，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应。他用行动告诉外界，别给我贴标签，我会不断进化。这种不服输、不定义的劲头真的很酷，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的英文风格和他的性格很像，不浮夸、不炫技，就是实实在在的交流。在 rap 里，他的 flow 很稳，不为了快而快；在采访里，他的回答很真诚，不为了秀而秀。这种人格合一的感觉特别难得。很多艺人学英语可能会追求一种很华丽的腔调，但王一博的英文听起来很落地，很有生活气息。这说明他学英语不是为了表演，而是为了真正的去理解、去沟通。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让他的英文表达更有感染力，我觉得这就是人格魅力的体现吧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，他怎么说英语，反映了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。不卑不亢，从容淡定，这和他平时给人的印象完全一致。这种内外如一的真实感，在娱乐圈里真的挺稀缺的。听他说话，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思想、有主见的人。10几岁唱 The Recipe 的时候，他可能只是想把歌唱好，现在站在巴黎，他想的是如何更好地传递品牌理念，如何促进文化交流。这个过程中的成长，不仅仅是语言技能的提升，更是心智的成熟。他在探索心境里说过，探索不仅仅是去新的地方，更是去发现新的自己。这次英文能力的曝光，其实也是他自我探索成果的一次展示。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立体、更丰富的王一博，我心里其实有点暖暖的。看着自己喜欢的艺人一步步变好，这种养成系的快乐真的很奇妙。但更多的是敬佩，因为这条路不好走。要兼顾演艺事业，还要攻克语言难关，这需要极强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。他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漂亮。王一博的这次表现其实挺激励人的。很多粉丝因为偶像的努力，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和工作。看到偶像在国际舞台上这么争气，大家心里都会有一股劲儿。而且这也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，艺人想要走得更远，综合素质必须过硬。光有颜值是不够的，才华和底蕴才是走得长久的关键。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艺人像他一样，沉下心来打磨自己，用实力说话。偶像的力量不应该只体现在带货数据上，更应该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激励上。王一博用他的进步告诉我们，无论起点如何，只要肯努力，就能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。这种能量比任何鸡汤都管用。这次王一博的英文秀真的让人狠狠惊艳了一把，从出道前的练习室视频，到巴黎时装周的侃侃而谈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语言能力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成长、坚持和突破的故事。他的发音酥到骨子里，他的态度稳如泰山。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愿意被定义、永远在路上的王一博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相信以他的这份韧劲和才华，无论走到哪个国际舞台，都能游刃有余地发光发热。我脑海里还是回荡着他在巴黎现场说话的声音，那种自信的光芒真的藏不住。对于他，我现在不仅仅是喜欢，更多的是一份信任。信任他带来的每一个作品，信任他走的每一步路。期待下一次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毕竟对于王一博来说，惊喜好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